第65章晋级斗者。得到聚气散之后，萧炎却并未选择立刻服用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行压下心头翻滚的迫不及待，逼迫自己滚上床榻进行着休息。萧炎心中非常清楚，以他现在的状态来冲击斗者，失败的几率恐怕将会在70%以上。虽然聚气散对于药老来说炼制并不困难，不过萧炎却不想冒这种无谓的风险。见到萧炎竟然能够忍耐住立刻突破斗者的诱惑，药老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老脸上浮现一抹欣慰，身躯微晃，化为一抹毫光，钻进了戒指之中。在聚气散炼制成功后，萧炎的修炼开始不急不躁起来，每天准时修炼1小时斗之气，然后便去后山苦练斗技，偶有空闲更是陪着薰儿闲逛乌坦城，悠闲的生活过得惬意之极。而在这般轻松的过了5日之后，萧炎也终于是将己身状态调整到了巅峰，此时才是他冲击斗者的最好时刻。萧家后山一处隐蔽的峭壁之下，萧炎盘腿坐在这片仅有1米多宽的山洞之中，这处峭壁是他精心挑选的修炼之地。峭壁对面云雾缭绕，云雾之下掩藏着凶险万分的魔兽山脉，峭壁之下是望不见底的悬崖，而唯一能够进入此处的小路已经被他事先用树枝与碎石遮掩住，所以萧炎心中很有把握，此次的突破不会被人中途干扰。缓缓地吸了一口气，萧炎从怀中掏出玉瓶，瓶口微斜，一颗蓝绿交替的丹药便是滚了出来。望着表面光泽圆润的聚气散，萧炎微微一笑，再次嗅了嗅那股令人心旷神怡的异香，舔了舔嘴唇，再没有丝毫迟疑，一口将之含入嘴中。聚气散一入口，淡淡的冰凉之意便是在嘴中扩散开来。片刻之后，一股温热的精纯能量直接从嘴中冲进了体内，顿时萧炎身体猛地一颤，脸庞平静，萧炎双手快速地结出吸收斗之气的手印，呼吸逐渐变得平稳，体内淡淡的斗之气应心而动，飞快地纠缠上那股强大的精纯药力，然后开始了疯狂的炼化。小小的山洞之中，平静的空气忽然猛地波荡了起来，一丝丝淡白的斗之气从空气中渗透而出，然后源源不断地钻进萧炎身体之中。牙齿紧咬着嘴唇，体内两股能量的对碰让得萧炎的经脉不断传出阵阵抽痛之感。不过好在他的脉络较之常人要坚韧许多，所以虽然感觉有疼痛，不过却暂时还未造成太大的伤害。体内斗之气包裹着一团团的绿色精纯能量，随着疯狂炼化，不断有绿色能量被同化成淡白色的斗之气。而有了这些厚力的支援，萧炎体内斗之气的规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地膨胀着。精纯的药力虽然不断被炼化，不过它们却仿佛是源源不断一般，每当斗之气炼化一团药力，都将会有更大的一团绿色能量冲过来。在体内的炼化与体外斗之气的不断注入下，萧炎体内的斗之气已经逐渐地塞满了大部分脉络。炼化依旧在持续，当精纯药力的后继力开始减弱之时，沉醉在力量飞速增长之下的萧炎忽然猛地发现，体内的斗之气已经膨胀到了一个不可再增加的临界点。斗之气的膨胀直接导致萧炎的经脉轻轻地抽搐着，一股股剧烈的疼痛让得萧炎嘴角直裂。快凝聚斗之气旋，不然就要爆了！药老的喝声犹如惊雷一般在萧炎心中赫然炸响。深吸了一口凉气，萧炎手印豁然变动，10拇指交接，中指互点，10根手指结出一个奇异的手印。当年的萧炎曾经走一步，所以现在再次使用出来也是得心应手，并无半点生涩之感。随着萧炎手印的变动，体内澎湃的斗之气犹如受到一阵狂猛的吸力一般，猛地向小腹处的位置急速收缩。体内各处脉络中的淡白斗之气都是不约而同地开始了退缩，而当所有斗之气都缩到小腹位置时，淡白的斗之气已经开始化成了乳白色。快压缩斗之气，用灵魂感知力压缩它们，如果凝聚斗之气旋失败，你将再次跌回8段斗之气。药老的喝声极为合宜地在萧炎心中响起。微微点头，萧炎凝下心神，出色的灵魂感知力瞬间便取得了体内斗之气的控制权，然后
开始了疯狂的压缩。在灵魂感知力的驱使之下，那团乳白色的斗之气却是开始了反抗，不断的剧烈翻腾着。反抗的力量虽然不弱，不过萧炎的灵魂感知力当初连药老都惊叹不已，所以斗之气的抗议无疑是螳臂挡车，在略微僵持了一会之后，便开始了无奈的收缩。当斗之气收缩到仅有巴掌大小时，再次凝固不动。再压！药老喝道。咬了咬牙，萧炎眼睛紧闭，环绕在那团乳白色斗之气之外的灵魂感知力猛然间开启到最大，然后狠狠地压缩而下。砰！轻轻的闷响声在体内悄悄地响起。随着闷声的响起，那股让得萧炎精疲力竭的竭力反抗感凭空散去。重重地松了一口气，萧炎全身脱力地倒了下去，胸膛剧烈地起伏着。躺在冰凉的山洞中，萧炎感应着体内那股阔别4年时间的充沛能量，嘴角泛起一丝笑意。片刻之后，笑意逐渐的扩大，最后化为轻笑、大笑、狂笑。